我們搞這種安全護衛隊，我每天晚上去那個公園就去巡邏，就是誰敢搞男同性戀，他媽的臭脚体育生都给我保護起來，都给我保護母零。就平时好的，那我們就繼續進行下半場。下半場我們就聊一些稍微輕鬆一些的話題，我們可以先從郭老師和那依娜來聊起。那郭老師作為男同的這個公認的真神，去年在河北滄州開了郭子的茶，也引發了很多的這個二創啊，大家去當地拍視頻啊等等。然後同時呢，作為一經絡萬物生的這個其中的一個選手是那依娜，然後他今年也就是巡如演全國巡演啟動了，也成為我們郭老群體一個反复會引用的一個亞文化事件。所以相信大家都听說過这兩位 gay 的 icon 了。对，就是至少是一個去年的形象。对，我觉得去年是一個我不知道正面的事件吧。我覺得他已經外溢出男同圈，已經是一個所謂酷兒或者是非主流性別群體的一個 icon 了。有蠻多女同、跨性別、直女、男同，但男同粉絲基數是挺大的，因為蠻多男同會在評論區裡面找對象的。就會爆出自己的各種尺寸啊，在多少樓啊，然後找對象的。對，其實郭老師和那依娜他們同樣都成為了一個像那種男同，就是 LGBTQ 人民公園的一個雕塑建築。然後那郭老師，我說實話真的比那依娜更有趣，但這個就很招黑，立馬真是立馬站隊了，立馬對。因為那個那依娜就一臉就是有一種什麼偽政府傀儡，就是偽政府傀儡的感覺，就是感覺蘇聯前蘇聯的女兵，世界最後的禮物。對，因為感覺就那依娜被那個就是一幫男同那個團隊包裝的很明顯，然後但是郭老師就是沒有，郭老師是不接受別人出淤泥而不染，就是那個。ego 龐大到是能把男同都吞下的那種地步，所以就是我覺得郭老師就是在三界之外了，這個是沒有什麼。而且郭老師還比較有趣的是，他生完孩子以後，其實你也能感覺到他現在收斂了很多他的性別氣質，他不再那麼的把褲衩子亂飛了。不知道，可能開不了直播了。他一般開直播都褲衩子亂飛的，然後包括他自身的形象啊，也是很顛覆傳統女性的這種性別氣質。你剛剛還說他生孩子之後不褲衩子亂飛了，對他就是在生孩子之前，他是很顛覆女性的很多的。你是覺得他現在已經回歸到傳統女性這個角色？也沒有回歸到權貴女性，但是你能夠感受到他。比如說我看到一些他出現的視頻，他會開始化一些妝了，然後穿的也會。郭老師之前也是美妝博主啊，對，哎呀，之前的美妝是完全不一樣的，之前美妝是當代藝術，現在就回歸現代藝術範疇中了，就是也是有收斂了，我覺得也是，而且也能感到郭老師其實包括我真的很想表示對他靈魂由衷的欣賞，但他也。對，由衷的欣賞，但他有一段時間也是會自我懷疑，會覺得他是不是只是被人當小丑去看待。但其實郭老師確實是一個奇蹟，因為他誕生於這個疫情時期啊，他在疫情時期是給了很多人心理安慰的，就是很難想象在那段大封禁時期就沒有他的出現，其實很多人的情緒可能會抑鬱非常多。我真是認為他是菩薩來的。他是有大智慧的，就是那依娜也有，我覺得郭老師和那依娜都有佛法智慧。那郭老師的智慧就是那種瘋狂的就破除很多相，就是其實酷兒群體是一個開了一些智慧，就是發现 OK 我的這個慾望不只是單一的慾望，我是很多重的表現，它都是我。那郭老師可能表達這個就是我是很多重的狀態的。那依娜其實也在傳一個法，就是那個法就是哈哈哈哈哈。這樣收，你知道嗎？那依娜一直在表演這個東西，其實這個啥呀？
這個是一個深刻的哲學，這個代表着我們就是無論在任何的情境狀況中，我們都可以抽離出來的。無論你有多麼的悲傷、快樂，多麼的進入到一個慾望當中，你都是可以有出來的那個空間的。那一直在實現這個，可能他也沒有我這樣子拿一套語言去總結吧，但是他也是有這個的，所以才會被鎖定到。我們看看，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分析出来，但是我試試看，我想知道你們覺得為什麼男同的圈子裡面其實一直需要一個 gay icon， 尤其是女性的 gay icon。女性，你會發現其實不光是就是郭老師那一代，不光是東方，但是其實西方更是，像麥當娜呀。然後 Lady Gaga， 對，就是為什麼這些 diva 這麼受到男同性戀的追捧？感覺和男同性戀群體也一直關注就是美學的多樣性。其實男同的審美是很反美學的，其實是一個很進步的一種觀念。就你比如說郭老師、那英娜、Lady Gaga， 他們其實都不在主流的審美的敘述當中，他們是多少有一點反那個美學主流敘事的。所以就男同群體他很厲害，一直很會去創造新文化嘛。就新文化在於文化沒辦法憑空產生的，你沒辦法完全憑空產生出來一個所謂新的東西，所有新的文化都是在繼承着原有一些文化進行一些那在一些傳統就是這種大眾文化中的反美學的一些表現當中，男同塑造了這些，或者是一種反主流的，對，就感覺好像男同一直是作為一個抵抗傳統，男同支持的好像 icon， 其實女性 icon 其實都是一個不符合主流或者是父權視角裡面的女性應該有的樣子的這樣的女性。其實像麥當娜也是，就是她是一個可以表達非常自由表達性，然後非常自信的表達身體這樣子的女性。我感覺那英娜和郭老師也是，就是她反而體現的就是女性也可以非常的褲衩子亂飛這樣子的一個狀態。我覺得你說我覺得有一個點就是剛剛想到的，就是本身 gay 這個詞在英文的語境當中，它有比較開心的這種狀態的一個意思嘛，除了表現男同性戀以外，它可以做形容詞。然後我就想說，可能或者酷兒群體、男同志群體哈，就大家是很幽默的一個群體。我覺得就是那英娜也好，郭老師也好，他們的幽默跟我們的幽默可以同頻，就是我們能 get 到這些小眾的點、小眾的梗，或者是一些很所謂官方把它以低俗的名義封鎖的，但是我們覺得這低俗很搞笑、很幽默，就想笑。就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帶給我們的一個就是可能鏡像反射，就是好像這個群體是比較喜歡快樂的東西的一個群體，喜歡幽默的。那可能因為我們的生活相對來說沒有直人那麼順，可能很多我覺得不一定，直人也不順，也不順。我覺得是幽默和笑其實是人類作為一個動物之間，作為動物群體之間和平的象徵。對，就是我們不主張打打殺殺，我們不主張誰要去，我們其實在享受生活的樂趣。對。我覺得還有就是比如說從我個人吧，我個人可能也有一些人也是這樣，比如說像我來說，就是我和我媽媽的關係比較親近，就和我媽親近意味着我和女性比較親近，就我渴望看到，那你和一個人親近的同時，就相當於你也希望他好嘛。就是我渴望看到我媽是一個更獨立的活着，比如說她也可以肆無忌憚的褲衩子亂扔，就不受到指責。可能不是說，就我只是舉個例子，就是褲衩子亂扔這件事情可以不受到指責。那他們那樣子去活出來自我，就意味着我生命當中對我非常重要的人，這個不只是我媽，還有我從小長大的我最好的朋友們，那他們也是女性更多。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原因，就是和女性之間的情分啊這些的。對，我覺得我覺得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反而在支持一種，
就是女性更完整的一面吧。我是觉得那种官方叙事裡面会觉得郭老師這種不應該作為女性的代表，反而是一種非常恐女的表現，非常厭女的表現。是的，对，是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子。為什麼就像郭老師那樣子，男性的人多了，那個褲襠子焦黃，那男的多了，但是只不過是郭老師是為數不多的女性也這樣子，就要被完全封杀，說是神仇。對，你覺得很嚇人。沒有那個女權組織來罵郭老師結婚是這個婚驢。應該沒有，就是郭老師可能在他們眼裡都不會被訂入到那個討論的範疇吧。但是女權也是個非常女權也非常比較多種了。那小紅書女權，他們更多探討還是，就是我覺得能夠吵起來的人，還是要有點頻率是相符合的，才能吵起來。那郭老師那頻率，郭老師是個女人啊。郭老師頻率比較大呀，就是大家。郭老師是真神啦，对，參與凡人的討論了。對，像那些可能罵婚驢的女權組織，他們的頻率就 match 不到，所以他們也不會罵他。就我確實沒有看到過罵郭老師結婚。但比如說，你看他們會罵 Papi 醬結婚，那因為你看 Papi 醬還是多少有點正經，郭老師的維度已經不是那麼大，他們就夠不到了。对，我覺得還是因為 Papi 醬屬於一個傳統的，就是主流敘事裡面的一環吧 ，somehow 就不說他本人，他本人想不想不是他的問題，但是他之所以能這麼受歡迎，其實他也是得到了一個主流的認可嘛。對，所以可能在這個環境裡面會比較容易被抨擊。對，我們不能時刻忘了我們是邊緣群體。OK， 我前段時間還做了一個和郭老師的夢。這個夢我是沒有跟你說過，這個夢真是有點誇張，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能如實的來講，但是不要道德審判我，因為我做夢是潛意識的東西，它很沒有人道德評判。對，這個原因就是我做了個夢，我就是回國了，然後我就是去了個早餐店，我特別開心，因為好久沒吃到早餐了，就是中式早餐了嘛，我點了20個包子，然後就康吃，然後就老闆沒來，我就先吃，我也自己吃，然後郭老師進來了，郭老師，哎呀，孩子。哎，这說一下，那郭老師確實有3個賬號關注我，因為他當時在早年快手上，你知道吧？就是一個賬號被封，他就是拿他婆婆的賬號注冊，拿他就是官方怎麼封他，他就是在怎麼注冊，直到全面封殺以後，反正就是在夢裡面，郭老師就回來了，出現了，說孩子，哎呀，點這麼多包子吃，渴不渴啊？我說渴啊，沒點水，我說。錢可能不夠，說哎呀那有啥，他又開始給我餵他的母乳了。他說你就就這個喝，但是他夢裡特別真實，然後也沒有這麼，然後你就講起來這麼荒誕。對，我就喝，我就做，我說哎呀謝謝姐姐，謝謝老姐姐，就是你知道那個畫面就是真的沒有任何的色情感，就是在那個夢境裡面很正常，然後一點都不色情，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醒來了以後就覺得，哎，怎麼這麼荒誕，就是荒誕成這樣。但在夢裡面就是很正常，我覺得這個也在於另外一種，就比如說就回到小時候，你小時候，比如說我和我的那個閨蜜，我倆上課聊天，那個班主任覺得我倆在談戀愛，我們都覺得尷尬到要死，就是好尷尬，就覺得這個世界，就比如說像我在做夢吃郭老師奶，就可能一些順直，他的想象力就想象不到為什麼可以沒有色情的，沒有任何色情感覺，是一個很正常的畫面會出現這種。就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酷兒群體有一個很多樣的群體，還有一類群體就郭老師他們，就我們這些直女朋友們，這雨墨也瘋了，你看那逼里插刀表演藝術家，對，真的他是被封的女人們都是，是我們的好朋友，對，姐妹。那怎麼樣，郭老師？柴靜也是我們的好朋友，柴靜老師，金星老師也是，金星老師。就我們本台最希望的就是有生之年可以採訪到你們，就是你們就是柴靜老師當年採訪同性戀，現在被同樣的採訪，多好，真的。還有魯迅吧，魯豫，魯豫，魯豫老師也可以採訪。對，我感覺魯豫真的很可愛，太期待你們這頻道發展了。對，請別忘了點讚3連哦。好 Q 一下好的，那我們開心的事情就開心的事情每告一段落，來聊點有什麼還有讓人生氣的事兒？
对，聊点打架，聊那个，聊聊暴力。哎，郑州打人事件講了沒啊？沒有。Oh my god，還沒有，對不對？我們聊一聊鄭州打人事件嘛，就今年真的是，想到就想要流眼淚的一個事情，就是當時聽到這個事情以後，整個人就是喘氣的那種感覺，這今夕是何年？然後怎麼還會發生打同性戀的事情？而且其實這個事情又不意外，因為你會發現，其實打同性戀的是更年輕的，就是可能是00後這一代的人。對，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角度去分析的話，你也能理解，因為反而他們的成長的空間裡面，這個就像我們剛剛講，同性戀詞彙是被完全審查掉的。然後我其實是我很好奇他們是怎麼想到打同性戀的，就他可能知道同性戀是一個弱勢群體，見不得光的，有可能過去這種小混混會去打女人，就覺得女人是不如男人的嘛，地位上，但現在是覺得可能同性戀連所謂男女性別觀念之分的，連女人都不如，可能是連人都不如的一個存在，就是現在來，因為他說白了都是大老爺們打大老爺們，但是像他可能打其他性別，可能他所謂還能有一些這個力量上的優勢，他只是打大老爺們，所以可見他在他的內心可能真不把同性戀當人看了，就打了誰會說，對吧？你報警，警察能說什麼？這就是最大，你去網上投訴，誰來說啊？你剛剛講的沒人會提到你們，對，就是沒人，因為你不存在。就是你打女人的話，警察是可以管的，因為法律裡面現在我們有反家暴法了，但是我們可沒有反打同性戀法的法律。對，就是我打你怎麼了？然後我覺得他們是有這個底氣的，會覺得同性戀是可以隨便被打的，可能就是隨便一個什麼動物一樣這樣對待的。因為說實話，他去打大老爺們，他也不知道他面對這個男子身材，對吧？跟他比起來，他能不能打得過？然後他就這樣，就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還是他們先誘導一些同志，然後去這個人民公園的後山，那個公園的後面。然後我看了那個阿醬同志拍的那個人民公園的那個紀錄片嘛，然後裡面就那個畫面就是他們直接就問，拿手機在那邊錄，而且錄的人是女性啊，我不知道是他們的朋友還是女朋友，然後就是他們直接問，你是不是10？你是不是1？你是不是1？你是不是同性戀？就問，然後這個時候對方沒有否認，直接就開始打他，就把他們騙過來釣魚執法以後呢，就開始打，然後那個畫面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暴力，我看了以後就有點 PTSD， 然後我覺得很難想象，就是在一個社會就到今天這個程度，然後還有出現這麼，就是他拿那個棍直接就拿棍去打，拳打腳踢對別人，然後當然最後他們被繩之以法被抓捕了，但是這個事情就是在媒體或者在警方的通報裡面就是一個聚眾鬥毆的事情，它很簡單，聚眾鬥毆，我覺得聚眾鬥毆就非常迷惑，非常就是模糊到這個事情的重點，就是好像大家因為什麼事情起糾紛，然後聚眾鬥毆打架了，然後就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他沒有任何的講到說這是一個具有恐同動機的一個針對特定群體的一個毆打，它既不是無差別的恐怖襲擊，也不是一般的聚眾毆打，而是針對特定性取向人士的專門的攻擊，然後這個事情是沒有討論的。然後我就記得我生活在柏林，然後我就每天會看德國的新聞，我就記得我最近我忘記是哪個月了，然後我就看到新聞說有一對拉拉 lesbian 在地鐵裡面被一個男性攻擊，就是出於恐同的這個動機，然後被攻擊，然後新聞把它報道出來了，警方把這個人抓起來以後，也把這個暴力事件定性為針對同性戀的這個攻擊行為，就把它專門的定類了。所以在社會上，在警方的層面，它有一個專門的歸類，會統計你的作案動機，你是出於宗教的動機，你是出於這個針對性別仇恨或者性取向仇恨的仇恨犯罪，它會有警方那個分類，我有去專門查。然後媒體捕捉到了這個事情以後會把它報道嘛，那公眾就會討論這個事情，說哇，原來我們坐地鐵還會有危險，可能
就是我作為一個同性戀的身份，我坐地鐵，我可能跟我的女友男友親嘴了，然後對面有人看到我們是同性戀不爽打我了，我會有一個這個 awareness， 我會知道哦，好像我所生活的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安全，然後我也會知道，那我可能以後得更加注意了，這個世界不是我想象那麼安全。Anyway， 我會有這個意識，然後地下的評論也會大家來討論說，這個年代還有發生恐怖這個發生對於性別性向的這種專門的仇恨暴力犯罪，然後大家也會討論說，哦，今年其實已經統計到了多少多少例了，而且這個跟往年的有一個對比，說這個趨勢是增多了還是減少了。那麼大家就會討論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出現，是不是因為政治上偏右呢？极右翼的抬頭，然後大家 anyway 就是又開始趨向於恐同了，這個社會有這樣的趨勢，就是大家把這個事情有統計有討論，首先也有大家的知情，那這個大家才能對這個事情有所討論，然後警方他就能有這些數據，他就知道我是不是要加強，那比如說哪個区這個仇恨犯罪增多了比去年，那我就增強這個警力，或者這個区域的警力，或者这个侦查特地群体的保護，对，或者他有個預算，對吧？可能今年的預算我要特別處理，對，具體保護這個群體，然後公眾就會更加的去討論，然後媒體會跟進這方面的這些信息。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事件就是直接當事人的隱身，然後這恐同動機隱身，完全沒有後續的這些東西，然後媒體無法去討論這個事情，公眾也無法討論，所以就完全缺位了。就跟我們之前提到的事件一樣，它就止步於此，就是一個權利把這事情處理完了，把人抓了，結束。然後之後能不能避免這樣的情況呢？我們不知道，以及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幾個年輕人要做這樣的事情，去專門做一個恐同的這樣一個暴力事件犯罪。我們其實不知道的，媒體也沒法去追問，對吧？就是你們是看了什麼樣的一個恐同的宣傳，對吧？或者你們怎麼樣了，要去打人家呢？其實打同性戀呢？就是我們不知道這裡面的所有的來龍去脈，也更別提以後怎麼預防這個犯罪。然後我就在檢索到柏林有一個專門的反同性戀暴力監測項目，我看他每年都會出報告，但也是最近幾年出來的事情。它是由柏林的平等對待反歧視辦公室委託開展的，他會召集專家學者來定期的，就是首先收集這個針對 LGBTQ 群體的暴力事件的數據、犯罪的數據。然後首先它會形成一個報告，提高公眾的意識，其次它會徵集這些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圓桌討論，可能會協商我們討論說之後有沒有什麼可能的這個解決辦法，該怎麼來解決和降低這種犯罪，防範這種犯罪，就大家是有這樣一個良性討論的。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杜絕說永遠不會有這種暴力事件發生，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一個完整的社會，大家各司其職，該做什麼事情，政府該做什麼，警察該做什麼，公眾和媒體該做什麼，就大家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有各自的賦權的。我可以知道我在這裡面可以參與到哪個地步。那麼可以看到這個事件這麼惡劣，這麼令人驚訝，但是只有警察有一個行動，其他人可能民間有一些呼聲吧，對於這個事情的譴責，但是非常非常的微弱。對，就這個事情我覺得挺遺憾的。我覺得不去做反思的社會是沒有辦法進步的，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進步。就是我們就像你講的這件事情，這件事件裡面，受害者和施害者都被消失了，都被隱去了他們的動機、他們的理由、他們形成的原因，然後沒有人去分析，然後這件事情就過去了。所以也就是下次再出現的時候，可能還是會再犯。而且針對這些犯罪者，法律當然已經有他們制裁，他們被刑事拘留或者是就是進局子了。但是還想說的是，我看阿強同志那個紀錄片裡面有透過中間人去嘗試和一個受害者進行這個採訪，然後他不願意露面採訪，首先，其次是他整個人處於一個就是 PTSD 的狀態，他整個人無法工作，無法正常生活，就處於一個非常身心都受到巨大傷害的一個狀態。但這個時候好像沒有看到有一些所謂社工或者是一些同志權益機構在介入去對他進行支援，當然他可能也暫時沒有身邊沒有這個資源，或者說他本人處於一個暫時無法接受這些資源的狀態。但是想說的是，即便有這些資源可
可以給到他，那現在這些資源還存不存在？也回到我們之前的討論，就是這些資源可能這些機構也已經不再存在了。以前做同性戀社群支持的這些機構可能已經改名，或者是已經根本就直接取缔了。那這一部分呢，就更加的變成一種真空。对，就这当事人他既无法发声，也无法尋求任何的支持的力量去尋求救濟，他只能認命。就是那天就很倒霉，我被人打了，然後這所有的傷害要他一個人能不能夠很好的自己去承擔，這也是一個問題。對，而且我可能補充一下，我剛剛想說沒有想明白的，就是說，對受害人的後面的發生的這些事情沒有人去管，同時施害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暴力也沒有人去研究。就是如果我們幾個人我們的生存環境裡面，大家可能在看這個視頻的朋友，沒有人會想去打同性戀，沒有人會突然今天說我就要去公園裡面問誰是1誰是0，然後我要打你。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暴力呢？他們到底是受到了哪些新聞信息觀念的影響，然後他們的這些影響是從哪裡來的，然後為什麼選擇了暴力這件事情，這條路，然後我們怎麼樣去防範未來不會再發生這件事情，都沒有人去提。發生了，消失了，結束了，然後沒有任何人從裡面學到任何事情，也就意味着下次遇見同樣的事情還是會反覆發生。沒錯，我們也可以看到去年呢，有針對，我忘記是去年還是前年，有針對比如說在華的日本人的這樣子的民族仇恨，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仇恨犯罪，然後也沒有討論，也沒有任何的後續，就直接就人趕緊抓了判了，然後算是一個處理結果。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什麼要傷害無辜的人？對，同樣的是一樣的例子，就今天可以是日本人，明天可以是同性戀，你不知道後天他又恨誰了。对，就被誰指定你去恨一個誰吧，然後你恨他，然後去打他，甚至殺掉他，就是一直在重複這個社會一直在重複同樣的仇恨，同樣的暴力，但是好像大家沒有辦法很好的去討論它，甚至可以阻止甚至消滅這樣的犯罪。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仇恨是一脈相承的，他今天可以仇恨這個群體，明天他可以被調動起來，你這個仇恨去仇恨另一個日本人或者是美國人，對吧？就是你有的是一個目標去仇恨，尤其是在大環境人人感到不安，以及可能生活狀況大家生活水平都下降的時候，你可能需要一個出口，然後你就會把這些仇恨轉移到這些人群身上，不是群體會做，大概會對，可能會有这樣子，是這樣一個脈絡吧，但也真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情去打人。我想說一下自己關於這個性別這方面，就是恐同症還是恐跨，恐同恐跨它是非常緊密的，都是一個根植於這個男性氣質、男性主義。那比如說你在最開始說，你說他們為什麼現在開始會特定的去毆打同性戀呢？他們以前不會，他們以前是打女人。但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其實在我們的生長的經驗裡面，很多的酷兒的生長經驗裡面，那酷兒的生長經驗裡面，我們是有着不同的性別氣質的。尤其是當你指定為男性的時候，你作為酷兒，其實你不一樣的性別氣質是會被察覺到的。那在我的個人經驗裡面呢，我小時候因為我不同的性別氣質，比如說比較娘一些的，那就會遭到一些男生的霸凌和攻擊。那隨着我長大，不管說我現在這樣子不同性別狀態的氣質表達，儘管在柏林在地鐵上也會遇見一些 transphobia 那些他們的一些就是突然來的一些吼叫啊那些的。雖然說有一個人在有一次說我現在就要打你了，他可能喝多了，他和他朋友，我說真的嗎？然後我就去找旁邊的一個老爹，我說你能幫我嗎？他要打我。其實我這個過程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想打人，他們打人的原因，因為我現在遇見到所有的對我的攻擊和騷擾都是一群人，都是一群男性，包括這個事件也同樣是一群男性。為什麼一群男性會幹這樣？為什麼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單獨的男性對我做出來攻擊？是因為他們在男性群體裡面，他們想要找到自己男性氣質的認同。男性氣質是什麼？它是以一種異性戀的
這種制度下而產生的氣質，就是有一個叫做女性氣質，有一個叫做男性氣質。其實非常多的男性，非常多的直男对自己的男性气質是非常焦慮的。他们为什么非常的恐懼男同性戀，非常的恐懼你是男同性戀，你不要搞我吧。而且很多直男下意識就想着你搞我是你要插我。這為什麼他們會第一想到就是你要幹我這件事情呢？是因為他們對於男性氣質是更容易焦慮的。反而男同性戀他對於他自己男性氣質是沒那麼容易焦慮的。那攻擊男同性戀成為了他們證明他們自己的男性氣質是更加強大存在了。就是我攻擊一個男性氣質不如我的人，所以我夠男人。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幼稚的，是從你可以說其實是在小學初中，你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教育和好的告知的話，他們非常容易去習得這個。因為性別氣質習得是，你比如說看到一些不是文化可能比較扁平的狀態中的環境成長的話，他們對於自己性別氣質的操演是更加容易習得。他說我爹就是這樣，我爹就是告訴我要當個真男人。真男人是什麼？不能哭，不能喊，不要和女生玩，走路不扭扭捏捏那當然，然後到後面就知道不能搞同性戀，是異性戀，是要有個女人在身邊。然後他們的這種男性氣質就是通過圍剿酷兒，通過攻擊酷兒來獲得自己性別氣質的確認，其實是一種很明顯的性別暴力，是一種非常就需要通過別人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對，是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而且他們這種狀態往往出現在群體的時候，他们个人的時候，他們屁都不敢放聲。對，他們需要別人，就他需要兩件事情。第一是通過需要攻擊那個非男性的來體現自己男性。第二，他需要別人看着，他需要他的男同夥看着他說：“我在你面前彰顯了男性氣質。”意思就是他們對，是的，就是讓他們讓女生在拍視頻來記錄，對，好像就是讓他你看我就是殺來殺去打打殺殺的，看我多牛啊，牛掰，非常幼稚、非常愚蠢的一件我在想狀態。我覺得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就是既然還是剛剛一樣的話題，就是我們已經看出來這樣的運作機制了，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或者是改善這樣的問題？因為我覺得男性氣質或者男性氣質焦慮，它可能是一個普遍存在於順性別男性的身上的，然後你也很難像，的確他也很難像我們一樣非常自然的認同自己，但是怎麼樣可以通過減少暴力的出現來？就在我們討論之間，我們其實已經把這件事情在抽絲剝繭的想要去討論它了。你會發現，就如果有直男在聽我們講話的話，他可能也會反思，對吧？他可能也會在覺得說，原來這件事情有這樣的一個重新思考。是這個仇恨哪裡來？不論如何，都比一紙沒有任何指向的、沒有任何調查的公告要來的更往前思考。對，沒錯。我覺得我們沒有人要給出一個正確的道理，要指明方向，我們只是需要更多的討論。首先就是要傾聽酷兒的聲音和我們的存在。就酷兒聲音和酷兒的存在，就是我們的代表在，比如說柏林它照樣有這個酷兒仇恨啊這些的，但是最起碼他們是意識到，比如說他們就像說的，他們會歸納總結說 OK 這是一個針對酷兒的犯罪。那一個就是理智一點的社會系統，一個理智一點的政府，那他是不是要判斷 OK 我們發現這幾年對特定族群的攻擊上升了，然後我們是不是要對這個特定族群給予更多的保護和更多的這個社會的宣傳，就是告訴大家這個特定族群他們的存在是怎麼樣的。這是一個正常、良性、健康的一個社會運作機制。但在中國現在越來越有些東西變得確實畸形，這個我們都意識到，而且一直在說。對，而且我覺得可能一方面需要漫長的這樣子的社會的進步吧，不管是社會共識說就是要消除這些歧視和仇恨的存在，這是漫長的社會工作。然後另一方面，我有想到一個可能短期的，就是社群我們內部能做，因為我們很難指望說一個社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內能夠變到一個宜居的一個狀態。對，但是我們自己是就比較有能動性，我們有力量的。所以我自己設想一下，如果我是生活在鄭州的哈，我可能就會組織
就男同不是很喜歡健身嘛，練的就肌肉發達的要死。我们搞點肌肉男當保安，我們搞這種安全護衛隊。我每天晚上去那個公園就去巡邏，就是誰敢搞男同性戀，他媽的臭腳體育生都給我保護起來，都給我保護母靈。就平時大家健身就好看是好看，我們也得派上真立場。就誰敢打我們的人，对，我们就得保護我們自己。太有建設性了，太有建設性了，是。這是個特別有建設性想法，但同時我們又不可避免的想象到現在真實的社群狀況，就是我們發現其實內部大家的互相的攻擊也比較多。你比如說剛才佳琪說臭腳體育生保護母靈，但是現實是往往臭腳體育生要找公靈。对嗎？就是大家的這個排斥其實是對，我覺得男同性戀拼命想去健身，其實也是一個男性對於男性氣質的普遍的焦慮的體現。焦慮，可能還有性吧，還有性需求。就我覺得男同健身可能不像直男在焦慮自己，而是一個性需求吧，就是更有市場吧。但這也是一個身份焦慮，我的感覺是這樣。對，當然也是一個身份焦慮。但反過來他也可以為民所用，就可以當保安，就是保護大家，保護不健身的大家，你可以更有力量，就是該打的時候他們得出手。我觉得你講的很對，就是說這個男性氣質可以被另一種方式去表達，另一種更善意的方式，而不是說要秀肌肉和打人的方式。對，是的。那這個方案能夠實行的前提就是我們能夠共識到這個酷兒群體，就是我們應該在一起，我們應該承認，即使就是現在。我覺得在中國男同中有一個問題，就是好像我和你不做愛，我對你沒有性感覺，我們就不用成為朋友了，我們就不用成為。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沒有，對，因為我們都是邊緣群體，我們都是弱勢群體，我們反而更應該就是去傾聽彼此和看見彼此。沒錯，這很珍貴。是的，就是對，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做減重男同，因為我覺得我們需要 community，like worldwide community。我們是某種程度的共同體，所以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為什麼我會感覺到心很痛，就覺得他打到我的身上，我覺得他打他和打我沒有區別，就是他反正就是你只要是男同就打，那麼只是他很倒霉，他那天出現在那公園，因為如果我生活在，我可能也會去那公園，晚上去那聊聊去玩玩，對吧？那可能那天就是我了，所以我覺得我很不能接受這個事情，所以如果是生活在那個地方，我真得搞一個治安保安隊，就是加強巡邏，我們保護自己比較好。我覺得這是共同體，大家對某種共同體的一個，就是我們需要做這個事情。如果我們自己不保護自己，還指望這些直男警察來保護我們，就是我們可能不太能活到那個時候。你說太對了，因為你在這樣的系統裡面，我真的覺得沒有辦法信任任何第三方的力量。對，至少女生幫助女生，或者性少數幫助性少數，我們能做到就是團結自己。其他的我們無法控制外面的人，畢竟真不是與生俱來的盟友吧，只能這麼說。但至少我們自己社群內部可以有一個支持，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對，但是還是有一個現象啊，就是那些練的，就是比如說比較練的直男範兒的，就直男範兒，就他就是一般標直男範兒的，往往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深櫃。就比如說你說的這個提議，他可能首先他的自我認同就是他 OK， 他承認他的慾望，他會進行，但是是深櫃的進行，所以他怎麼能夠參與到裡面？就是還是有一個關於這個，我覺得我們就是要多去講吧，對，宣傳這個獻身的重要，對，就為什麼獻身重要？為什麼你要說出我覺得 hashtag 重要？真的就 hashtag 體育，對。臭腳體育生保護彩妝母靈，對，真的，我覺得這一段的一個 hashtag 就是這句話。彩妝母靈也靠自己，就是健身吧，我覺得，就是可以帶一些那個各司其職，大家有人負責美，有人負責保安。A community。好。